滴血堂昏厥，居然穿成了最下贱的罪奴。第一个，陆晨，滚出来，出保探粮。出保，那不是送死吗？城外全是蛮子游骑呀！发什么愣？长本事了，还敢闪？保外30里，全是北蛮游骑。现在再放我们赤手空脚出去，不是探粮，那是给蛮子引路。官爷饶命！官爷饶命啊！别选我，求求你别选我！哈哈，给蛮子领路，罪奴的命也叫命。堡内绝粮3天，军爷们都饿着，死10个罪奴换1袋干粮线索，就是天大功劳。你小子排第一个，不上也得给老子上。手无寸铁，硬拼只有死路一条，得忍。出保，说不定能晚死半个时辰。留下来，老子现在就把你的狗头挂上城楼。我出。带走，推出去。陆哥，蛮子真的会剥了我们的皮！闭嘴，看路。跑进左边土丘，给露头。蛮子来了，救命啊！跑，快朝右边山谷跑！狂妄大象！该死！趴下，滑进土堡。陆哥，他们过来了，饿死了，我要变成肉酱了！不想死就给我捂住嘴！里面还有小老鼠，搜出来切肉。来了，他们进来了。没有任何武器，没有任何掩体，只要他探头就是死局。这是哪儿？穿回现代了。出来！藏在哪儿了，小狗崽子？双向穿梭通道，石头还在对面。万一蛮子搜到漩涡，现代仓库也会暴露。老子有整个仓库，还怕你几个古代蛮子？老子来送你们上路！找到你了，小狗崽子！陆哥救我！看这边！我的眼睛！阿丹，里面发生什么事了？阿丹，说话！陆哥，外面有2个，他们有马，有重弓，冲出去会死的。慌什么？带上弯刀，跟我上高处。陆哥，他们在看啥？那不是探粮，那是北蛮大部队的奇袭诱敌之计。白旗大军奇袭，黑石堡要塌了。塌不了，想活命，想当人就按我说的做。陆哥，蛮子马蹄声停了，咱们是不是要死在这儿了？石头，听好，外面2个蛮子骑在马上，穿着皮甲，我们必死无疑。听你的，陆哥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待会儿我从左侧破墙爬出去，吸引注意。你贴在门洞右边死角，蛮子只要弯腰下马往里钻，对准他的眼睛狂喷。记住，按死了不要松手。这铁关关既没刃又没剑，能杀蛮子？明白，拼了！阿丹，你死在里面了吗？黑石堡罪奴在此！想跑，小狗崽子！给我死！天罚，我的眼睛，痛死我也！陆哥给的神仙相控真管用。阿丹怎么了？就是现在，减速停顿的空档。好快！别杀我！我不杀你。看清楚沙丘后的大部队了吗？告诉我，你们的帅旗是谁？
带了多少兵马，计划怎么奇袭黑石门。我说，是吐露干河谷摸向黑石堡西小门，半个时辰后500破门。500铁骑，西小门，老子的死局彻底活了。张将军放心，下官刚才已经打了5个最贱的罪奴出去探路，就算全死光了，也能替咱们把蛮子的动静踩出来。敌袭，戒备！别射，自己人！罪奴陆晨斩杀北蛮游骑2人，活锤1人，现带来生死军情。北蛮报营500铁兵已潜入西山干河谷，半个时辰内突袭西小门，请张将军立刻集结精锐埋伏。500铁骑，一派胡言！张将军，他一个微贱的炮灰罪奴，赤手空拳出城，能杀蛮兵，还抓活口。这小子定然是投靠了蛮子，跑回来引诱咱们开门，当株连九族，力斩不赦。放你娘的狗屁！吐露不精锐印心，开城门！将军不可，万一失计！再敢废话，老子先斩了你！是不是干河谷？是不是西小门？是，连暗号和时间都是对的，求将军别杀我。3里外凹陷的干河谷，站在城楼最高处都看不见，这小子怎么发现的？陆晨，你是怎么发现北蛮主力潜伏在河谷里的？回将军，小人自幼在山野长大，眼力异于常人。小人登高查看，发现沙丘上方鸟雀反常不落，且河谷积雪有马蹄踏空的升腾白气，这才断定有大队骑兵。好敏锐的观察力，好沉稳的心智。若非你报信，今夜黑石堡3000守至与上万百姓全得死在蛮子蹄下。你立了救城天功，传我将令，全军集结，西小门设伏。至于陆晨，即日起免去罪奴身份，赏托奴袭，归入本将中军，暂任战功师长。师长只是开始，在这人命如草芥的边关，随时会被人当枪使。陆师长，哦不，陆罪奴，别以为得了张将军一时请食就能咸鱼翻身。张将军带人去堡外清点战役物了，现在的黑石堡还是咱们巡城营说了算。赵百户大半夜带刀闯我营房，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空手出城，能杀2个蛮兵，还抓活口，哄鬼呢！本百庭严重怀疑你身上藏着北蛮子的密信，你是敌国细作。嗖，把这小子剥光了搜出北蛮细作的物件，当场斩立决。7个人，8把刀，正面硬刚，必死无疑。想送我上路，先问问现代科技答不答应。赵百户，你今晚私闯营房，是想造反，还是想灭口？少废话！在黑石堡罪奴出来的狗，一辈子都是狗，给老子死！就是现在！啊！我的眼睛！别瞎了，我的眼睛烧起来了！啊！我的腿！动一下，我砍了他的头！百户大人，别动！陆晨，你敢杀官兵？赵百户，你上个月扣留罪奴营300人份的救命口粮，偷偷倒卖给城东王记粮铺，换了120两纹银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知道？这可是机密。这事若是捅到张将军面前，你说谁先死？我错认了，陆哥哥，放手！带着你的狗滚出去！滚！快滚！以后看到我绕着走，再敢伸爪子，死的不只是你一个人。打发了走狗，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。神罚，神明降罪呀！快烧香叩拜，否则全城皆死啊！兄弟，给我水。苏姑娘，开葛根汤或者艾灸，能止住吐泻吗？试过了，全都试过了，古方根本压不住。我进毒入藏府，我根本救不了他们。苏姑娘不必自责，这不是病邪入藏，而是祸乱隐患。祸乱！陆师长，你在说什么？病根本不在体表，而在你们每天喝的水里。水上游堆放的战马死树融化，血水渗入地下水脉，大家喝了满是细菌的毒水，
才会有这般惨状。细菌，水脉污染。细菌是什么东西？死尸渗入地下，翻遍祖传医书，为何从未听过此等论调？一派胡言！该死，这小子怎么会注意到上有死尸？清理死尸的3000军费早已落进老子的口袋，绝不能让他掀翻。魏某亲自督挖的井水，何来毒水之说？陆晨，你不过是个低贱罪奴，你懂什么医术？苏姑娘这般名医都束手无策，你竟敢在此信口雌黄，祸乱军心！魏副将所言极是，此人分明是亵渎神明，妖言惑众，当诛！魏副将，民女的古方确实救不了人，但陆石寇所言切中要害，并非无稽之谈，请将军三思，查验水脉。好啊，好得很！苏姑娘竟然信一个罪奴，陆晨，敢不敢立下3支军令状？有何不敢？3日内若治不好这疫病，便将你们2人当场斩首。好，一言为定。3日之后，若病退了，魏副将又当如何？哼，若是退了，魏某亲自给你倒酒认错。传统医术治不了急性霍乱，但现代工业与医学，那是绝对的降维打击。漂白粉沉淀井水消毒，杀灭一切细菌。电解质水维持生命，抗生素直接灭杀霍乱毒株。魏奎，你想看我死？3天后，老子让你跪下唱征服。陆晨，拿命来！魏奎，送礼送的挺准时。天降异域，厉鬼作祟，神明退散。张将军，那陆晨与吹嘘能医百病，如今到了时辰却不见踪影。魏副将是在找我们吗？诸位军中兄弟，本官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病根本不是鬼神，就在这水里。今日我来救人。无香无苦，绝非草木所致，亦无矿物之中，这究竟是什么？陆晨，岐黄古籍中从未记载，既无草木之味，又无金石之气，这无根无源之物，真能救性命？这是能杀死水毒、强行补充人身体精气的神药。石头，把漂白粉沉入大神井，全因消毒。好愣，给老子沉！张将军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这贼子将士井涌水里投掷毒物，妄图毒害全军，请张将军立刻将此2人拿下了，当场执行立诛之刑。陆晨，你如何解释？解释，最直接的解释就是喝给你看。要死，我陪你一起死！不可能，怎么会没毒？魏副将，失望了吗？我不拉了，我不肚痛了，退烧了，我身上的月毒退了。神药，这是神仙赐下的神药啊！多谢陆大人神药救命，陆大人救命之恩。我苦学10几年的岐黄古方，世家医理，竟然抵不过他这几包白粉。降维打击，眼前这个男人掌握着凌驾于这时代的仙术。魏副将，水里的毒清了，现在该清你人身上的毒了。这是本将的副将令，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昨夜你派刺客下毒砒霜俱在，还要我叫你手下的刺客出来认亲吗？张将军，魏奎私吞朝廷防毒清理费，往水井下毒，意图谋害全军官兵。魏奎，你这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！将军饶命，下官一时糊涂，将军饶命啊！来人，把这恶贼革去官职，打入死牢，严刑审讯。陆晨，你救全军于水火，功不可没。即日起，升任陆晨为中军副将，兼任全军粮秣稽查官。谢将军重用，陆晨定不负所托。恭贺陆副将！不用查了。陆哥，这每日蒸发500斤，一月就是15000斤啊！15000斤，魏奎都已经下狱了，难道城里还有人在暗中倒卖军粮？魏奎，
他不过是个摆在台面上的刽子手罢了。看这笔重铸鼠咬折损，每月29日准时报损500斤，连数字都分毫不差。这不是偷，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合法损耗。陆哥，这陈米堆里落的稻谷有啥不对吗？骨壳新鲜，新鲜，还带着丝丝马匹嚼过的甘草味儿。马匹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怎么说？这500斤军粮根本没有出城。没出城？每天深夜，通过粮仓后方的废弃水闸，直接送进了王记大粮商手里。王记大粮商，王富贵，黑石堡首富，背景深不可测，先前连魏……咱们现在就去禀报张将军，抄了王记。站住！陆哥，拿什么禀报？就凭这账本啊！魏奎一倒，王富贵必然有了防备。那怎么办？哼，没有铁证，只凭我这几页推算出来的账本，拿不下他。今晚，随我夜探水闸。陆哥，此时都过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等，来了，是粮仓副主管刘三，王富贵的亲表弟。快点，动作都给老子麻利点！刘爷，今儿怎么运这么多？魏奎那废物倒了，王老爷交代了，今晚是最后一批货。运完之后呢？运完就把这破暗道用石头彻底填死。对，死无对证。都给老子听好了，以后这事儿谁敢漏半个字儿，不敢，灭全家！这群吃里扒外的畜生，老子剁了你们！陆哥，别急，再不冲他们就跑了。放长线才能钓大鱼。哇！粮仓着火了，快来人啊！快救火呀！刘爷，主粮仓炸了！刘爷，您笑啥呀？王老爷这招火烧连营果然绝呀！原来是王老爷放的火。烧了主粮仓，所有的烂账死账就全跟着成灰了，还傻愣着干啥？走！为了掩盖自己贪污倒卖军粮的罪责，他们竟然要烧毁全3000士兵和上万百姓的救命粮。陆哥，你去搬救兵，越快越好。那你呢？我留下来收尸。痛死我了！我的腿断了！陆晨，怎么会是你？爽吗？陆大人，陆爷，求求你饶命啊！都是王老爷指使的。该死的畜生！给我灭！陆晨，你可让本将好找啊！严从领来的正好，刘三倒卖军粮，王富贵纵火烧仓，人证物证俱在。人证物证，你笑好你个陆晨！本将接到密报，说你借稽查粮仓之名，深夜潜入官仓偷盗军粮。你说什么？见事情败露，你竟然丧烧毁官仓，放图毁灭罪证。火是王富贵放的，粮是我救下来的。证据确凿，死留不得。来人啊！将这放火偷粮的现行死贼陆晨当场格杀！城防营听令，给我射！将这贼子乱箭重新！谁敢动弹？严统领，你口口声声说我偷粮放火，想给我扣帽子，老子用现代证据链锤死你！那我问你，为何放火之后不逃，反而戴着防毒面具冲进火场，拼命抢救下3000担主粮？若我是偷粮贼，这6车军粮为何是从废弃水闸暗道里拉出来的？这暗道，这被我打晕的人，为何是王富贵王大老板的表弟刘三？对啊，刘三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真有猫腻？死到临头还想拖王老板下水？给我开弓，射死他！慢着！我看谁敢动我家小长！饶命！将军饶命！刘三，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若有一字虚假，本将剥了你的皮！我全说，将军饶命啊！刘三，你敢胡喷一句谁罪？让他说！都是王富贵、王老爷和严统领逼小小人的。魏部将倒台后，王老爷怕粮总司的烂账清粮，今晚特意让严统领放火烧仓啊！严统领居然烧我们的保命粮！狗官，狗东西，拿命来！利落，黑石堡的烂账终于撕开缺口了。封锁王府，在抄没王记粮铺所有家产，敢有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师长，发财了，全是银子啊！10万两白银，5000吨军大米，这王富贵比我想象的还要肥。
好一个王富贵，居然勾结城内数十位官员走私贩粮！张将军，求求您饶小人一命，这些银子小人愿全奉献给将军。去你的！王老板，你的黑石堡烂账到头了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陆晨，你小子真是绝了！诸位将士，黑石堡的乡亲们，昔日陆晨虽为罪奴身，却屡立奇功，破疫病、查走私、救粮仓、安边关，此乃天大的奇功。10天前他还是个等死的罪奴啊！陆大人是咱们黑石堡的救命恩人啊！即日起，本将升任陆晨为黑石堡中军副将，全权掌管黑石堡后勤、公放与民政大权。好，陆副将威武！陆副将威武！陆副将威武！谢将军信任，陆晨定不负所托。10天前，今天死10个，你派第1个，10天后中军副将，这盘棋才刚开始。这是边关特级警报号角！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！慌什么？说！城外涌来了整整5000多名关外绝粮，铺满黄沙。5000多流民，咱们哪有粮养他们？朝廷钦差昨日下了密旨，边关粮短，流民皆系盗匪隐患，严禁开门。凡强行冲击城门者，一律杀无赦。官爷，给口吃的吧，孩子快冻死了！求求大老爷开门吧！将军，可都是咱们大周的同胞啊！陆副将，朝廷旨意不可违。黑石堡自己的粮食就算超了王富贵，也只够支撑2个月。若放这5000流民进来，全城人都得饿死。传令吧，开剑吧！不能开剑！陆晨，你要抗旨！流民不是盗匪，他们是能为黑石堡创造无尽财富的活人。创造财富，那可都是光吃不干活的恶鬼啊！陆晨，你疯了！5000张嘴，每天要消耗多少粮食？给我1个月时间，我不花黑石堡1粒官粮，不花朝廷1分军鳃，让这5000流民全部有饭吃、有房住、有活干。不花1分钱养活5000人，这怎么可能？若做不到，我陆晨提头来见。以工代赈，烧砖，做木工，修道路，建工房。我的现代化工业帝国大幕就在这西北黄沙中，给我轰然拉开！这群没户籍的蝗虫来我们黑石堡抢粮食了，真该关上城门，让他们全冻死在城外。求求关老爷，给口吃的吧，孩子要冻死了。朝廷都不管我们了，这黑石堡也是死路一条啊！都给我听好了，在黑石堡，没有高低贵贵，也没有无偿的施舍。朝廷不发粮，我黑石堡也不养闲人。完了，连陆大人也要赶我们走。但只要你还有双手，只要你愿意干活，在我陆晨这儿就能换到热腾腾的大米粥、干净衣服、房子，还有热米粥。即日起，成立黑石堡第1建设工坊。陆大人万岁！陆大人万岁啊！我们愿意干活，我们不怕吃苦，给大人卖命啊！石头，按计划魔怪化分组。得令，陆哥。妇人站右边，编入被俘组与炊事组；老人孩子捡柴清理荒地。仓储体系开启，调取标准化测绘工具、红砖粘土配方、高产蔬菜种子。有了这批简易工具和配方，我看谁能卡我的脖子。陆大人，这砖怎么是红色的？不会一碰就碎吧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石头，拿铁锤来。这比老祖宗留下的青砖还结实，造价还只有土坯砖的3成。这就叫现代工业。给工人们传令，加班烧砖。热乎，这房子太暖和了。陆大人真是下凡的菩萨啊！喂，陆晨那小子带着一群臭流民，把买卖全抢光了。马老啊，全城修缮房屋，张将军全指定买他的红砖，青砖咱们仓里的青砖都放得发霉了，还有木料石灰，咱们全得破产。马老，
那小子手握军权，要不咱们硬拼？硬拼？你脑子被驴踢了！他手里有3000铁器，你怎么拼？他搞工坊全靠城西粘土矿和白灰矿供货，老子今晚就买通那2个矿主，断了他的原料。断料？妙啊！不仅要断料，老子还让人在他第一批给城楼用的红砖里掺了废石膏软粉，等城楼修到一半塌了，看他陆晨怎么向张将军交代，死罪一条。陆哥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天塌不下来，慢慢说。城西的石灰矿和粘土矿主突然撕毁契约，把矿山封了，拒绝给我们供货。断供？还有呢？还有，刚刚烧出来要送去修城楼的第一批1万块红砖，全被人动了手脚，全掺了废石膏粉，一碰就碎。张将军的淬火基地就在门外呢，这可怎么办啊，陆哥？商战、暗害、掺假，一群连基本工业逻辑都不吐出奸商，跑来跟我玩现代商战封锁，简直是给这智商降维打击。陆哥，你笑啥呀？咱们原料断了，砖也毁了。石头，传我命令，全工坊停工半天。停工？那原料怎么办啊？他们掐着咱们脖子呢！哼，掐脖子？既然他们想掐我们的脖子，那我们就干脆把他们的饭碗彻底砸碎。马老高明啊，断了粘土矿，毁了红砖。陆晨那小子的工坊今天全线停工了，听说流民们没工分领，正堵在门口要说法呢。你个毛头小子，真以为您就能在黑石堡立足？就是，也不看看谁才是地头蛇。没有我们旧商帮点头，他连一块废石头都休想运不出城。想跟我斗，老子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慌什么？成何体统？给老子站直了说！马老，不好了，出大天塌的事儿了！胡说八道什么？陆晨都停工了。陆晨在城南黄山发现了决定水石矿，他根本不用粘土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带人用一种叫水泥和沙子造出了比青砖坚固10倍的东西。10倍？那东西叫混凝土啊！混凝土，水石矿，那不是一堆废石头吗？他怎么做到的？都闪开，别伤着眼睛！这灰不溜秋的土块能比青砖硬？吹牛的吧？100斤大铁锤砸下去还不碎成渣？天哪，这是神仙石头，100斤铁锤都砸不烂，神迹！陆副将弄出了神迹啊！此乃黑石水泥，建房造屋坚如磐石，成本仅为旧青砖的1/3。1/3，我们能住得起新房了！陆上将大恩大德啊！不仅如此，即日起成立黑石堡劳务合作社。跳过所有中间商帮，直接为全城低价修屋造家具。咱们仓库里的红砖和木料1文钱都不值了。断我财路，如同杀我父母，是你逼我。秘方和工具就在里面，给我烧，统统烧成灰，一个不留。马老放宽心，拿钱办事，绝无差错。去死吧！啊！我的眼睛！天发光了，我什么看不见了？有埋伏，快撤！这是什么邪术？太阳怎么落到地上了？动手，一个别放跑。走！马老板，大夜里的带这么多人来赏光，按大硕军律，深夜结伙谋逆纵火者，当场格杀。饶命啊！陆副将饶命！我有钱，我愿意可以献出商帮所有家产，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啊！交出商帮所有渠道与店铺，加入黑石堡工坊联合会。听我的规矩，你还能留一条活路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我全交啊！恶魔，这小子绝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清场，明天开门营业。
北蛮骑兵。爸，将军，北蛮大汗亲率3万精锐主力攻城，3万，我们黑石堡被彻底包围了。3000对3万，正愁我的新武器没地方发火呢。3万蛮兵啊！黑石堡现在就剩3000残兵。张将军，西墙和北墙融雪全崩了，连滚石物料都没了，这仗怎么打？战锤未没，不可言败。陆副将，那是3万骑兵，塌了的城墙拿什么挡？墙坏了，修；滚石没了，造。修，半日后蛮子就总攻了，拿命修。半日足够了。将士们，兄弟们！城破之日，就是我们妻离子散、重为贱奴之时。黑石堡是我们的家，想活命，随我护城！护城！护城！调动工坊所有速凝水泥、红砖、铁筋。速凝啥泥？编为战场保障旅，流水线砸石头造铁蒺藜。得令。成立急救队，用酒精消毒，布袋包扎。黑石堡西墙早已烂成渣，大汗英明，一轮冲锋击破，踏平黑石堡！杀！这是啥？昨晚还是破土堆啊！管它是什么，给我砸！我的手震断了！放箭，耗时。铁墙？他们哪来的铁墙？陆老弟，剑池不滚石了，全光了！说，没了，一根箭都没了。今晚决战，拿什么撑？原来是这样。陆老弟，你笑啥？攻了3天3夜，他们的粮草断了，3万吃喝比我们更急。断粮了。那我们传我命令，打开城门！开城门！你疯了！不疯，怎么唱这出反向空城计？陆副将，讲，蛮子也断了粮，咱们集中所有兵力，今晚破城杀出去，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！拼死？啊！不，我们要让他们自己乖乖撤退。自己退？那可是3万北蛮骑兵啊！急啥？现代仓库里的高热量储备，不就是拿来干这个的吗？张猛听令，末将在。第一，把工坊剩下的数千只空木箱全搬上城楼，蒙上最干净的精白布，给我高高堆在最显眼的地方。啊！装甲粮。第二，架上100口大铁锅，大火给我猛猛的炖，把仓库里那几百箱红烧罐头、烤牛肉干全下锅。红烧肉。哼。第三，叫全城5000流民、3000守军全上城楼，高举火把，敲锣打鼓，给我大摆酒肉宴。陆副将，咱们是在守城，不是办婚礼呀！执行命令。是。香，这也太香了吧！香的老子骨头都软了呀！新战第一步，视觉与嗅觉的双重降维打击。副将，流民和弟兄们全吃嗨了，喊起来，笑声越大越好。吃啊！这骨头上的肉多的吃不完呀！饿呀！2天没见着粒米了，马皮都割不动了呀！香，啥味道这么香？是肉，大块的红烧肉啊！还有白米饭，香喷喷的白米饭啊！他们在扔肉，他们把肉当垃圾扔啊！大汗，我们想吃肉啊！
哪来的香气？黑石堡哪来的肉粮？大汗，黑石堡城头堆满了粮食啊！不可能，黑石堡弹丸之地，怎么可能存有如此多的肉食粮食？陆副将，您拿个铁喇叭干啥？送给吐鲁大汗一份大礼。哼，吐鲁大汗，声音竟能传这么远！黑石堡存粮10万担，足够全城居民大吃大喝整整3年。尔等3万人困马乏，大雪封山，你们还有几日口粮？若再不撤兵，黑石堡明日便开门应战，活活耗死尔等！大汗，撤吧！求求您撤吧！战士们饿连弯道都拉不开了呀！再耗下去，全军都要冻死在这里啊！大汗，天不助我吐鲁啊！撤兵，全军撤退！3万蛮兵被砸退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！活下来了，全靠陆副将！大伙敞开吃，今天肉管够，酒管够！卢老大，没有你带大伙造红砖、修坚城，咱们早成蛮子刀下鬼了。这杯我敬你。朝廷旨意到，黑石堡副将陆晨罪大恶极。什么？而私收外贼流民，擅开官粮储仓，私设非法公方，按大卓律例，条条去官府，索拿入狱，押解上京，交大理寺从严审讯问罪。陆副将刚救了全城人啊，朝廷怎么能这样？朝廷来了大官，陆先生怕要遭殃。若没陆先生发粮建坊，咱们早冻死在关外了。退后！敢靠近大唐者，按谋反论处。此子不过是个流民刺头，竟然会打仗会查账。朝中几位掌管边刑大佬交代过，黑石堡这档子仗绝对不能大白于天，陆晨必须死。陆晨，你可知罪？知罪？不知陈大人要定我哪一条罪？一无世袭功名，二无朝廷正式册封户籍，你不过是个被喷发边关的微贱罪奴，你竟敢私找关外数千流民，擅自打开官仓发拍摄公房修建房屋。开官仓是为了救官仓饿死的人，到你嘴里全成了罪名。此等行径与揭竿造反的乱贼有何异？啊！陈文杰，你血口喷人！陆先生是在救黑石堡。哼！住嘴！这里轮不到你这粗鄙武夫说话。死人才能永远闭嘴，只要斩了你，边想亏空3万生的烂账，就全能扣在你这死人头上。来呀，将罪贼陆晨当场斩立决！下辈子投胎，记着别跟朝廷作对。死到临头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这高高在上的正二品大员，眼瞎耳聋；我笑那满朝文武皆是吃人肉喝人血的衣冠禽兽。黑石堡遭魏奎等贪官盘剥3年，账面上记载3万扇粮饷，库里实际连1万扇都不足，整整2万扇粮饷全被这群京官分吃了。若不以工代治，自筹粮食，3000守兵早已饿死，安能挡住北蛮3万大军？即便如此，你私设工坊擅造房屋，亦是越权谋反。私设工坊，若非工坊烧出的水泥红砖加固房屋，黑石堡早在1月前就被北蛮踏平了。城破人亡之际，今日坐在这里被蛮子砍头的，就是你陈文杰。你放肆，给我斩！立刻斩了他！滚开！石头，把黑板和账册搬上来。得令，俺这就搬。阻止他！快给本官扣下！哈哈，抢动石头，先踩着老子的尸体过去！该死！这些全是黑石堡这10年来最原始的交割水账，他们居然没有烧毁。陈大人，你不是要拿假账定我的死罪吗？那咱们今日就把黑石堡过去10年的账，当着全城父老的面，算个清清楚楚。公审，公算清官呀！这小子居然真的能看懂这10年的乱账，完蛋了！朝廷那几位大佬的底裤要被他撕开了。陈大人，第一笔账
先从永漏3年的户部拨款算起。大硕33年，朝廷拨给黑石堡边饷银3万两，折合大米1万斗。然而，经户部兵部层层转手，到黑石堡时，只剩1万两。胡说八道！中间损耗其实你能看明白的。剩下的2万两去哪儿了？落入了户部尚书与兵部侍郎的口袋。放肆！你还敢血口喷人！34年，朝廷拨军银5000套，实际到库只有3000套，而且全是用发霉堡内东，冻死士卒730人，730条人命啊！该死，这些隐秘账目。黑石堡不是花钱多，而是上面层层扣杀。你闭嘴！伪造空饷名册，只有这样，活着的人才能有饭吃。这全是朝中顶层大佬的惊天秘密，一旦传出去，天都要塌了！住口！快给老子住口！妖言惑众，这是反贼的离间计！当场斩了他！快斩了他！我看谁敢！想动陆大人，先过我们这关。大不了拼了！反了！你们要造反吗？本钦差代表的是当今圣上。陈大人，造反的不是我。谁敢伤陆大人一根汗毛，我们就跟谁拼了！没有陆大人，我们早就冻死饿死了！保护陆大人，冲进去！这群贱民疯了！陈大人，黑石堡3万军民，如今只认陆大人。别冲动，本钦差没说非要杀他。这是什么？陈大人，这本账册我预备了上百份。今日若我死在这里，明日这套账册就会随着黑石工坊的商队传遍天下18路。你敢威胁朝廷重臣？到时候究竟是我死，还是朝中那些大人九族全灭？陈大人，你自己选。这个男人不仅懂打仗，懂建城，更他妈懂怎么用规则和数据扼住朝廷的咽喉啊！都住手！退下！臣本陈家退下！黑石堡副将陆晨守城有功，收拢流民乃情理之中。本钦差回京据实回禀，即日起免去陆晨一切罪责，正式册封陆晨为黑石堡主簿兼工坊总管大权。快走！快离开这个鬼地方！陆总管，爽，太他妈爽了！张将军，再派我就真成殉职的主簿了。朝廷的锁链被你硬生生给砸碎了。传我命令，明天一早，公放与民政体系全面升级。大家辛苦了。有户籍了，我们有体面的工作了，再也不用挨饿了。报，陆总管，南方周边数个藩王突然联手了，说清楚，那群王八蛋干了什么？他们集合黑石堡的财富，对我们发起了全方位的铁矿与粮食封锁。难怪这几天关怪商道上一辆粮车都没有，他们这是想切断商道，逼我们跪下。慌什么？陆总管，没了铁矿和外粮，我们的工坊和3万人饭碗怎么维持啊？封锁，在现代经济学与工业产业链面前，这群旧时代的藩王不过是在用土弹空打飞机。土弹啥？传我命令，召开黑钱绝堡高级反击战，该在我们的算盘和账本里轰然开演了。陆哥，大事情不好了！周边的平西王、宁王联合下了死封锁令，上万大军把通往关内的死要道全堵了，断绝了我们所有的铁矿石，还有杂粮输入。欺人太甚！他们还放出狠话，要活活饿死我们3万人！这帮吃人肉的藩王，简直不给我们活路！陆大人，末将请求带队出城，咱们跟他们拼了，杀出一条血路！拼？为什么？陆哥，那可是上万大军封路啊！咱们没粮没铁了。平西王与宁王的领地看似兵多将广，可他们的百姓终年穿不暖吃不饱，连最基础的食盐与铁器都逼我们缺乏。大人，
这跟封锁咱们有什么关系？他们也不知道，黑石堡的水泥、岩盐、棉布和神药才是整个西北离不开的命脉。陆哥，你的意思是？传我命令，对平西王与宁王领地发全面商品与货币反封锁。请陆大人下令，末将听凭差遣。第一，全面切断对平西王领地的一切精盐、白糖、水泥，一律不准购买黑石堡任何一件商品。绝其口粮，断其神药。第二，即日起发行黑石堡专属黑石信用银票，凡使用黑石银票交易的关外散商。7折，那天下商铺岂不全要抢着这票法子？旧朝廷的碎银列钱笨重无比，我的标准化信用做人。第三，打开现代仓库，提高黑石堡劫难，防住边境，立刻开设流民平价救济超市。将军，您说救济超市？即日起，黑石堡开设救济点，免费发放口粮与御寒衣物。好一招明修战报、暗度陈仓的毒计，末将佩服。3道法令即刻发布。50两。1斤粗盐要50两白银啊！爷爷，我没力气了，嘴里苦啊！叫什么叫？黑石堡断了盐路，本队长能有什么办法？队长，听说黑石堡边境在免费发精盐，混账！老子抽死你！拿着黑石银票能打7折，快去黑石堡抢货啊！站住！旧朝廷的铜钱碎银你们不要了！呸！那堆破铜烂铁沉的要死，人家黑石堡只认黑石银票。乱了，全乱套了。排好队，人人都有，不要抢！白面，真是白面啊！神仙救命啊！黑石堡的兄弟们，别动手，我们是来投诚的。你们这是？平西王不给我们饭吃，我们前沿3个步兵营连武器都不要了。我们把这剥削人的狗长官给绑了，带全营家眷投奔陆大人。求陆大人收留，我们愿效死力。好一群识时务的英雄好汉，给兄弟们上京野反复堂。陆大人这招真乃神仙降世。陆大人，求求您开开恩吧！我们王爷撤销封锁令了，连夜撤了。当初不是说要活活饿死我们3万人吗？是我们王爷有眼不识泰山，领地内盐价暴涨100倍，士兵全跑光了。求陆大人恢复开市，我们愿意奉上巨款求购精盐水泥。想开市，可以。按照黑石堡规矩来，全面通行黑石银票。遵命，一切听陆大人的。陆大人与宁王全线溃败，咱们不费一兵一卒，彻底打垮旧藩王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陆哥，你简直是神人！同去中央广场，与3万居民同乐。感谢陆大人，让我们过上好日子。以前在藩王手下是贱民，如今在黑石堡才是活得像个人。陆大乱，朝廷腐败无道，唯有陆大人救我3万同胞性命，给我等尊严与生路。感谢陆大人，让我们过上好日子。以前在藩王手下是贱民，如今在黑石堡才是活得像个人。陆大人，天下朝廷腐败无道，唯有陆大人救我3万同胞性命，给我等尊严与生路。今夜黑石堡3万居民一致拥戴，请陆大人登基称王，建立我北京新国。请陆主任称王，请陆大人称王，请陆大人称王，请陆大人称王。陆大人，您这是？陆哥，3万兄弟都等着你点头，你为什么摇头？兄弟们，乡亲们，如果我陆晨今日接了这尊金印，当了这北京的王，陆哥，那我与过去那些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皇帝有贪王，又有何贱民？以后依然会有人因为没有背景、没有贵，理所当然的踩在脚下。我陆晨今日不要这王号。破了黑石堡，杀光那些低贱的流民，抢光他们的粮食和女人。一步都不许退，身后就是咱们的家园，谁也别想抢走。以前老子是狗，现在陆大人给了我尊严。为了陆大人，为了黑石堡，杀！
阵脚已乱，主帅暴露，就是现在！全军扑杀！侧翼敌袭！让陆歌者死！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主帅死了！快撤！赢了！我们赢了！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！陆哥，如今天下大定，再无人敢欺负我们了。您接下来想做什么？旧时代碎了，该迎接新时代了。陆哥这是要向整个旧世界宣战。